Rotorua， 它可以说是纽西兰最早开发的观光胜地之一。在上个世纪，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呢参观了这一个让人有另外一种感觉，也是纽西兰地形最特别的其中一个城市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毛利人呢最佳的参观聚集部落之一啊。进来探险的罗托鲁瓦毛利文化村，体验毛利人的生活。如果说毛利人都是生活的探险家，那他们一定是继承了什么前辈们的基因。1000多年前，毛利人乘着独木舟登上了纽西兰，在很多的国家也把 New Zealand 称为叫做新西兰。他们是第一批的原住民。以前呢没有文字吧，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表情。所以你们看，每个的表情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当然就没有文化，没有那个字母，对。你用到每一个表情拢感觉起来了，看一下。毛利人把自己称为大地之子，这个地球上最年轻国家的传奇历史就真正的拉开了。1000多年前，毛利人来到了这一片美丽的土地上，历经了世代的繁荣，同时也遭受过外族的侵略与剥削。如今呢，纽西兰占有14%的人口的毛利人，他们的历史、语言、传统文化是纽西兰独具魅力的一面。可以说是毛利文化的影响已经深深的触及到了纽西兰的众多的角落哦。我们进入到了毛利人的文化村。毛利人，很多人说他们是艺术家。毛利人从传统教师那学到了美妙的旋律、歌声，他们也在自己的雕塑毛利的文化中到处也可以看得到这种木工的雕塑，他们雕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图腾。其实跟很多世界各地的雕塑家是一样的哦。你别这样看了，一刀一刀雕，这是这种功夫呢哈，真的哈，这都是功夫哦。你看那个凿刀哈，它必须呢这样用手这样雕刻，跟一般的做家具的又不太一样啊。这就是毛利人哦。所以毛利人经历了那么多年呢，在现在是纽西兰国家非常重要的资产之一。来，我把卡腿收收的好啊哈，就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哈。罗托鲁瓦毛利文化跟地热之旅啊，开始我们这一趟的北岛。纽西兰北岛最著名的观光城市罗托鲁瓦，有着完善的毛利文化，有着跟地热有关的火山奇鸟、喷泉、温泉、湖泊等等自然的资源哦。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将可以看得到哈，就在我们台湾呢有没有？我们台湾有泥火山啊，泥火山这里的地热文化呢，非常非常的有名，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到这边看到这种世界奇观之一。纽西兰的火山、高原、地热，这里呢，有很多的这种古老的湖泊，甚至呢，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种非常活跃的地热公园。纽西兰最大的积极的泥火山的温泉地热沸腾，爆发的温度呢超过了摄氏100度。这里充满了像这一种热气腾腾的喷气孔啊、热水壶，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一种泥浆啊，哇哦，泥浆喷高的温泉啊，这个就很少见了哈。在我们台湾也有哈，但是我们台湾呢没有像这种泥浆喷发很高的情况哦。在纽西兰这种泥浆喷泉的那种地热激情呢，非常的多哦。那这些泥浆呢，摸起来其实很细致啊，因为高温底下哦，都变得非常的细致的哦。所以呢，在这边呢，又多了一种哦，叫做什么泡泥浆浴哦，泡泥浆浴哦。一般来讲，它会泡15分钟到20分钟啊。然后呢，用这种泥浆的浓度、稠度哦，敷在自己脸上，有没有啊？这就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泥浆温泉啊。
那南岛呢，拥有全纽西兰最大的温泉瀑布——冒烟的瀑布，这实在是太特别了。你看呢，这些都是地热的象征哦，从地底下喷出来哦。那平均水温呢，30-40度哦。那很多像这种喷气孔喷出来的，已经都不止了啊。这个喷气孔喷出来的呢，有时候呢温度来得更高哦。所以来到了罗托鲁瓦，你到处几乎都可以闻得到一种味道，这个味道叫做什么呢？那个硫磺味啊。这些硫磺味呢，充斥了整个纽西兰北岛的罗托鲁瓦啊。尤其是进入的温泉区呢，非常浓厚，好像告这个咱台北的北岛雪港啊，那一种温泉的味道就来了啊。那在这里呢，有森林，也有呢性价比非常高的温泉，因为在纽西兰其实有很多的温泉呢是不用钱的啊。那再加上呢美丽的海岸线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促成了纽西兰火山的面纱。地下的温泉稀泥喷出而成，在这里呢，火山就是如此形成的喷泥现象啊。然后还有呢，它地底下含有了这一个石油、天然气的区域，地表层呢容易向上喷出，可以脱泥又带水的，就像这样泥浆温泉呢，脱泥带水的啊，所以从这个天然气喷了出来，形成了泥火山。那还有呢，地下水喷泥而出。这也是它的形成的原因。泥火山出现的地方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有泥岩层的分布，供应着泥火山喷发泥浆的来源；第二个是有天然气的外涌；第三个是有断层等通路，允许气体与泥浆的喷出，在台湾本岛适用出现的地区。那台湾呢，本身的台南、高雄及台东其实都有，对不对啊？所以这叫做泥火山哦，泥火山地层的形成呢，附近呢都会有很多的泥流堆积，高度呢就集中在降雨充实后。地热景观呢，可以说是到罗托鲁瓦旅游的重点之一哈。罗托鲁瓦位于纽西兰最活跃的陶坡火山呢，在这个北端。罗托鲁瓦湖是很早以前就因为火山喷发而在地面塌陷所形成的湖泊。罗托鲁瓦最壮观的地热地点呢，也就在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哦。它有一个喷泉，每隔1-2个小时就会喷发一次，喷水的高度呢可以达到30公尺。观看的木栈道哦，就刚刚大家在走的那个地方，其实离喷泉蛮近的哦。它的壮观不亚于美国的黄石公园的老中式喷泉。喷泉的四周围呢，岩石上布满了黄绿色的颜色的矿物质的沉淀物哦，这个弥漫在空气当中，哇哦，很特别的感觉。我们今晚住在这儿，波利尼西亚温泉浴，晚上可以洗一下这一个温泉哦。那这里的温泉跟日本不一样，能腾更更的冲里面啊。Myself and you will do our boogie
们现在准备来农场自助餐哦。在罗托鲁瓦，地热、农场、牧羊、剪羊毛秀，还有像魔戒里面的场景等等呢，是罗托鲁瓦另外一种观光吸引力啊，另外一种观光的吸引力啊。为什么哦？因为观光吸引力其实呢呈现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啊。南北岛截然不同的完全不相同款的风景，不一样的风景，在纽西兰被称为大自然的地理教室，原因在这边啊，原因在这边啊。我们现在隔天早上，我们准备搭乘这种纽西兰最古老的滚轴式游轮皇后号来呢游览一下蒂卡波湖有没有看到等一下我们就顺便做这个好久以前在这个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到的这一种很特别的这个罗托鲁瓦的景点准备来看看不一样的感觉上来呢体会一下不一样的纽西兰式的风情。当然在这边呢，从我们刚刚看到的毛利人的文化，我们现在也必须来介绍罗托鲁瓦纽西兰的毛利人。毛利人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根据历史的记载，早在700年到800年前，他们就定居在这里跟生活了。毛利人有自己的文化语言，现今在纽西兰拥有的重要的地位。纽西兰政府也保护着他们的文明那经过 DNA 的比对跟研究，你知道毛利人跟大多数的大洋洲的岛民都是台湾的后裔都是台湾人这才是正港的台湾人，了解吗？纽西兰他们是台湾人的后裔，经过了 DNA 的认证。有人做过他们 DNA 跟台湾人 DNA 的认证其实有点相像一直没有经过认证但是后来呢，让毛利人学中文，发现毛利人学中文的发音异常的标准也非常的快还有人呢毛利人来到台湾呢，毛利人觉得呢很有家的感觉科学家认为波利尼西亚指的就是大洋洲的岛民是巴布亚人的后裔而今科学家宣布他们提取了778具在大洋洲及东亚地区的这种尸体骨头进行比对，得到的结论是大洋洲的岛民的确就是台湾人的后裔在4万年前，当时的人类就已经从东南亚扩展到印尼、巴布、新几内亚，还有 Australia、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地喽。所以呢，当时这些地方都有人生活，大洋洲的岛民却没有人生活。当时人类的文明发展非常的快，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航海了。很多人带着家里的动物、植物、种子呢漂洋过海。那时候的人已经可以制造出非常独特的陶器品很多人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更多的历史研究来显示，其实在很多的旅游上面很多的历史文化迁移上面，其实包括北欧人，包括呢波利尼西亚等地的文化，早在哥伦布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有航海的记录了。只是像他发现新大陆或者是航行如此远的距离呢，倒是由他们开创出来，但最早之前没有记录的情况之下，他们早就已经开始了航海活动。有没有发现纽西兰是不是有一种纯净之美宁静之美极静之美有一种我觉得很特别的氛围这个氛围呢，让你呈现呢非常的 relax， 非常看到都是自然的风景自然的风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感受，都是令人不一样的感觉你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不经太多人工琢磨，人工在做所谓的修正的或者是改进过的感觉就很自然、很淳朴、很原始，感觉很棒。这就是纽西兰所以很多人说纽西兰是100%纯净天然之美的原因来自于这边
那前面所讲到了啊，当时3000年前的文化建立了西太平洋的拉皮塔文化。这时候的文化跟人类的生活步骤呢，已经到达很多的岛屿，包括了今天的所罗门群岛、努阿图、新克里多尼亚、斐济等等呢。这些呢，开始呢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从其他的原住民迁移到这边来啊。在罗托鲁瓦，你可以看得到水上飞机，也可以看得到这种直升机，这环游了这个吉卡坡湖哦，在这个湖上面呢，可以看得到哈，他们在游览这个湖做的飞行器像这2种飞机，还有水上飞机，很少人坐过了吧以前呢曾经风靡一阵子的水上飞机环游这个湖从不一样的视觉去看看呢。OK， 旧市政厅你要看到了哈 ，Rotorua 的旧市政厅。以前毛利人英国来殖民的时阵呢，不把毛利人当一回事哈。以前世界各国的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其实烧杀掳掠了，讲真的为了征服这块土地嘛但是现在呢没有了，现在的话很多世界各国自己国家的这个原住民呢，都已经变成了国宝了那我们再换一个方式，用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去讲呢，在4万年前的时候，台湾岛上的居民很多于是呢就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去生活。地球很大，他们也很能跑到了东南亚很多的陆地国家去做生活包括了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到 Australia 与其他人通婚，人口呢就膨胀了。一直跑到1000年前呢，又开始就跑到了纽西兰。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台湾人3-4年前以前就开始跑了，用了4万年的时间呢，跑遍了1/3的地球。或许说，大洋洲的很多波利尼西亚人都可以说是由台湾这一块岛屿所发展出去的后裔。地球就是这么奇妙嘛。纽西兰的 Rotorua 红木森林，我们从南岛进入了北岛。纽西兰的南北岛风光完全不一样。当然呢，你也知道现在全世界最贵的就是人工啦，在纽西兰是一样它保障当地的旅游业保障当地的毛利人从欧美、日本一路走到了纽西兰，都是一样在这边当地的人光是1个小时的薪资旅游业就是以100块美金最低开始起算而且你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毛利人来帮你做讲解，来帮你做介绍当然你知道吗这些人毛利人因为保障了他们的工作，他们非常热情，也非常卖命的介绍他们国家的好。加上呢，这是他们的土地原住民，所以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爱护，对这块土地的保护呢，跟政客不一样，他们是真的用生命、用热情、用爱在守护着他们的土地。在这里呢，除了第2区之外呢，我们来到了红木森林，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自然原始的杉木红色的杉木高耸哇，非常的棒